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怎样自己调制育苗用的土壤。育苗土的作用是当苗刚出土，根部非常弱小的时候，起到巩固作用。而这育苗土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排水要好，以免育苗盆里有积水，导致烂根。第二个条件是使土壤内部结构松散不紧密，让小苗的根在土里容易伸展。调制盆栽土，以这个8立升的育苗盒为例，选用的基础材料是大约2立升的堆肥土 （compost）， 约1立升的盆栽土 （potting mix）， 约1立升菜园里的熟土 （garden soil）。然后把这3种不同的土均匀地搅拌在一起。搅拌了之后，我用了一块铁丝网格，把混好的土筛一下，筛除较大的没有腐烂掉的木块。作为基础用的原料，堆肥土和盆栽土最好选用从苗圃里买来的高质量产品，因为它们在制作过程中经过高温处理，避免了在土壤里还有病菌的潜在危险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最好戴上口罩，以免吸入细微的矿物质和隐藏在 potting mix 中可能会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。然后加入1.5立升左右的珍珠盐 perlite。珍珠盐看上去像不规则的白色泡沫小胶粒，是经过高温处理过的岩石或火山石材料，材质非常轻。当它与土壤混合后，会在土壤里形成空间，以达到透水和疏松的作用。再添加1.5立升左右的质石 vermiculite。 质石 vermiculite 是一种天然无机无毒的矿物质，富含镁和铁，作用近似于珍珠盐。把它添加到育苗土中，以改善土壤的排水功能。再添加1立升左右的泥胎土，又称苔藓土 （peat moss）。苔藓土 （peat moss） 是从泥沼深处取出的沉积物，本身没有养分，但它是非常好的土壤中和剂。它能增加碱性土壤或中性土壤的酸度。另外，有保持水分的特性，可提高土壤的聚水、空气和保肥的能力。小苗在长出2片针叶以后，就需要后续的养分了，所以我在调配中适当放了3把存放了较长时间、已经熟化了的牛粪。
千万不要多放，否则会引起烧根。把调配好的育苗土放入育苗盒中，就可以育苗了。这个育苗盒的深度比较浅，不适合豆类的育苗，或者根系长的植物的育苗。当小苗在长出针叶后，要间苗，使幼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营养面积。在小苗长出6片叶子后，就可以移植了。在移植前，需要先浇些水，使即将被挖出的植物的根系能被泥土完整的包裹。这是在另外一个体积大约60厘深的育苗盒中调制育苗土，这个的深度是15厘米，比较适合于豆类的育苗，或者根系长的植物的育苗。下期将与大家分享在自家后院里采收樱桃的喜悦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Thank you for subscribing.